既然大家都已经到齐了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之前谢氏有提出过，希望我们别说那么多废话了。既然你们已经安排了代理律师，在我们的谈判人员身边，就别假模假样了。言归正传，有一家公司要买你们科万的那块地，我知道。我在这儿跟你们表个态，那块地我谢小飞要定了，无论开什么条件，我都答应。不愧是谢氏唯一的继承人，有气魄。好，那条件我说了，希望飞总可别吓到。我谢小飞从来没怕我。经过我们科万高层多日来的研究和讨论，我们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。谢氏要跟科万合作，科万非常欢迎。对谢氏，我们只有一个条件。那就是联姻。没错，你们没有听错。这个要求或许有那么一点点的唐突，但早在谢先生赴华之前呢，宋勇宋先生和令尊已经私下会面了多次，并且经过深入的了解之后，发现宋先生最为看重的小女儿邵晨曦小姐，还有作为谢氏唯一的继承人谢先生，双方皆是单身未婚，而且条件也非常的优秀，所以双方家长也就有意撮合二位。其实呢，这3次的谈判会，实际上就是你们的父亲刻意安排的特殊相亲会。休息一下吧。不用，继续。首先呢，我特别感谢赵小姐跟宋先生的欣赏，但是我谢小飞一直认为感情这种事情是勉强不来的，所以呢，你们的要求我不能答应。如果飞总拒绝我们的要求，那么谢氏就别想拿这块地了。这个是挺让人为难的，所以呢，我现在请教一下我身边这位优秀的谈判官，面对联姻这样的要求，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呢？我现在就让你回答，到底是该答应呢，还是不答应？对不起，我方要求休息一下。不休息，继续。飞总，谈判专家只关注项目，如果这个事情牵扯到终身大事的话，可能只有你自己才能做决定。很遗憾啊，童威作为这次的谈判专家，没有帮我回答出这个问题，我觉得挺失望的。但是联姻这件事情呢，我心里已经有了答案。联姻，我同意。但是，我永远都不会爱上你，赵小姐，因为我心里已经有了一个很深爱的人，就是坐在我旁边的这位优秀的谈判专家童威。我爱他。所以，赵小姐，这场没有爱的婚姻，你愿意接受吗？
你不接受我的爱，不代表我不能向你表白呀，童薇。哇，飞总太帅了吧，就像电视剧里面的霸道总裁。帅什么帅啊？童姐是在和客户谈恋爱，被公司知道非批评死他不可。这回童姐可被他害惨了，而且这样对秦律师也太残忍了吧？对不起，今天的谈判先暂停吧。怎么样，感不感动？为什么？还能为什么呀？因为我喜欢你啊。我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，让谢氏在没有进入中国之前就多了柯万这样一个敌人？你还会让 CAEA 名誉受损，还有你爸爸、你的家族那边。别提我爸跟家族，他们把我的感情都卖了。我为什么要配合他们？你告诉我。你是不是也想跟他们一起把我的感情也卖了呀？你想让我联姻？我不想，但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做。你这样让三方所有的工作人员这么多天的努力全都白费了。本来有其他解决方式的，我们欠所有人一个交代。这就是我想出来最好的解决方式。你去哪儿？我去找周总负荆请罪。烂摊子是我捅出来的，我来收拾。可是这个案子是谢氏请 CAEA 来谈的，谈成现在这样，我要负责。你负什么责呀？啊？你能不能别把所有事情都自己扛着啊？我告诉你，我就是故意的，我就是气你把工作看得比感情都重要，我就是要报复你。你都这样说了，我还能说什么呀？我求求你原谅我行吗？我承认刚刚我不该为了一时之快跟你表白，对不起。飞总，你放心，检查报告我知道怎么写。你别对我这么冷漠行吗？我真的受不了。我求你了，别再这么幼稚了，行吗？以前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你，现在我也不会喜欢你，以后更不会喜欢你。我永远都不会爱上你，赵小姐，因为我心里已经有了一个很深爱的人，就是坐在我旁边的这位。我爱他，所以赵小姐，这场没有爱的婚姻，你愿意接受吗？
行，我也是久闻 CAEA 的大名了。今天周总驾到，实在是荣幸。要招待重要的客户，自然就到娄总您这儿了。您不知道，我这客户对美食可挑剔了。哎呦，那您可是来对地儿了。我这儿刚刚换了个不错的大厨，谢小飞，他怎么会在这儿啊？你们俩认识啊？他是我们公司的大客户。这样，娄总，我进去打个招呼，一会儿过去找您。行，那我先帮你看看菜呗。谢谢啊。费总好潇洒呀！原来是周总。你知道吗？童威现在还在公司里写检查呢。你倒好，一个人躲在这儿喝闷酒。今天的事情都是我闯的祸，所以都由我来负责。别为难他。我为难他？我想你搞错了吧？为难他的人不是我，而是你。你知道吗？谢氏这个案子是我们公司今天最看重的案子之一，而童威作为负责人，无论发生什么样的后果，他都要负责任。而你今天的行为，无疑是告诉大家，童威他跟客户发生了感情纠葛，这种不专业的行为，在我们公司是绝对不允许的。那你去跟你们公司解释啊！我跟他们没有什么感情纠葛，他不是当你面跟你说过吗？工作跟感情，二选一，他选的什么来着？选的工作吧，是不是？我再怎么喜欢他，我也只是一个随时能搞砸他生活跟工作的纨绔子弟。所以呢，我自己做的事情，我自己负责，别为难他。费总，你这么说，真的太让童威对你失望了。他能对我有什么期望啊？你知道吗？他一直跟我说你不是那种背靠家世背景、只会吃喝玩乐的纨绔子弟。他说你有理想、有才能、有想法，所以他才肯这么帮你。你以为你跟我说这些，我就会信啊？看来你真的是不了解童薇。像她这种事业心强又倔强的女孩，她怎么可能明明知道公司不允许员工跟雇主谈恋爱，她还要开始跟你交往呢？那是因为她真的爱你呀。可能你不知道，童薇14岁的时候，父母就走了。她一直外表坚强，但内心柔软和缺乏安全感。她想要的是一个可以依靠的未来，一个家，而这些都是你给不了她的。所以我劝她跟你分开，真的是长痛不如短痛，因为你们之间的感情，童薇她输不起呀。我希望我今天说的话你都能够听得进去，也希望你以后不要再为难童薇了。再见。哎，妈妈，是我太任性了。我虽然在他身边，但却一直没有注意过他的想法。在吗？让我偷童薇的护照？
你不是跟我姐分手了吗？唉，别提了，都是我的错。上次偷笔，这次偷护照，我都快成职业小偷了，跳进黄浦江也洗不清了。小飞，你准备怎么补偿我？你说吧。少来！上次替你哄童薇，你就给我开了张空头支票，这次又随便。有时候啊，我真羡慕童薇，分都分了，男朋友还带她去美国玩，我呢，想要去美国啊？包在我身上。真的，我也有护照，拿上就能走。那个头等舱就不用了，商务舱就好。经济舱也行。这次算了吧。小飞，过河拆桥啊！下次你跟童薇再吵架，别指望我帮你。没有下次了。什么？我是说这次，我跟薇薇去其实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办，但你去的话怕照顾不周。但是你放心，我答应你的事情我一定会办到的，相信我。好了好了，我又不是为了这些好处才帮你的，我是希望你跟童薇能够幸福。谢谢你。但是，恐怕要让你失望了。哎，飞总，你可算回来了。谢先生让你联系他，你这么一闹，我们厦门人可难做了。谢先生说了，如果我们中国市场失利，就不让我们回美国了。所以你，然后呢？所以什么呀？然后你替我们解释清楚呀。有什么好解释的呀？哎，飞总，你。拜拜。哎，您给谢先生打个电话呀，飞总。他还没接。没有。这个混账东西，满脑子就只有女人。董事长，别气坏了身体。给我接他酒店电话，今晚找不到他，都别给我睡觉。好。哎。什么事儿啊？那么急着找我？要签名。没时间跟你开玩笑。怎么了？哎，我说，那天你们谈判桌上的风言风语，八卦传得这么厉害，你怎么想的？不知道。什么不知道？谢小飞他既然都这么说了，要不你俩再给彼此一次机会？你知道吗？我是被算计了。啊？
谢小飞他是为了报复我，他才那么说的。不会吧？之前确实是我跟他说的分开，但是分开的理由他觉得他接受不了，他就觉得为什么，在我心里，他还不如我的工作重要，所以他故意在那种场合下说的那个话。薇薇，我虽然是你朋友，但这次我都要站谢小飞那边。你说你为工作甩掉这么真心对你的人，不合适吧？珊珊，我觉得你最了解我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。我一路走到今天都是靠我自己的努力。你让我今天为了一份可能得不到结果的爱情，我就要放弃我所有的。我觉得我对不起我之前这么多年的努力，我也对不起我天上的爸妈。你是觉得跟谢小飞在一起没有未来？你觉得我们有吗？你很理智，可是理智解决不了你现在的痛苦。我是觉得，人这一辈子幸福和痛苦是平衡的。那就比如说你现在确实是放弃了事业，选择了爱情，你的痛苦又少了吗？所以我觉得，失去有失去的痛苦，得到有得到的遗憾。我承认，我是爱谢小飞，但我觉得他终究只是我生命里的一个过客。人各有命，那我就不多说什么了。哎，你看我现在不挺好的吗？没事儿，不就失个恋吗？我能挺过去的啊。对你来说，失恋是小事儿，那公司那边怎么办呀？哎呀，你别哪壶不开提哪壶。洪经理早。就那个，真的吗？领导，周总找你。行了，走吧。我要不要去通知谢氏的人啊？你通知谢氏干什么？昨天的事情都是那个谢小飞自说自话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凭什么让你背黑锅呀？谈判失败了，本来就是我的责任，有错就要认，挨打要立正。走了。进来吧。周总，曲总你来了。前2天从北京到杭州分部办点事情，现在办完了，过来看看。坐吧。董伟，听说你接手了谢氏开拓中国市场的项目，替他们牵头了科办，现在进展怎么样啊？目前谈判有点曲折。曲折？明明就是失败。谢氏这个项目多重要，你们知道吗？大领导上礼拜还派人打电话给我，问起这个项目的进度。你现在告诉我失败了，而且失败的原因是我们职员以公谋私。你说，你让我跟上面怎么交代？曲总，这次项目失败都是我的责任，和周总无关。总部把任务交给他，就跟他有关。周谦，你说吧，现在该怎么办？曲总，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。曲总，项目失败了，负责人要承担后果，这个我认。但是我必须要说一句，谢氏跟科万早就私下达成了协议，他们是要搞家族联姻，所以叫着我们 CAEA 来陪玩，
这对我们的付出不公平。他们搞不搞家族联姻我不管，我只知道，你利用公务之便发展个人感情，对我们 CAEA 的行业形象、专业度都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。这个责任，你无论如何也跑不掉。行，您别说了，我这就去写辞职报告。你给我闭嘴！曲总，童薇她的确有错，辞职也不为过。不过现在正是公司用人之际，如果童薇她辞职了，我们不就更缺人手了吗？况且在现在这个档口辞退童薇，不就主动承认这次谈判失败的责任在我们 CAEA 了吗？到时候理事会向您问责，怕您也不好交代吧。既然我是童薇的上级领导，那责任肯定是要共担的。童薇，你现在马上去写一份停职报告交给曲总，什么时候复职等曲总通知。我也会写一份检查交给总部的。现在也只能先按你说的办了。还愣着干嘛？还不快去！领导，怎么样了？我提出辞职了。什么？但周总把我保下来了。哎呀，你吓死我了你！但是这次呢，我要写检查报告，还不如直接把我开了呢。你放心，这次检查报告跟以往一样，包在我身上。这次跟以往真的不一样。这次曲总都从杭州飞过来了，我这次混不过去了。你先出去吧，让我自己待会儿。好，把门关上。